这个在马来西亚雪兰莪州 Shah Alam CKD 本地组装的 Volvo XC60， 它的同级竞争对手也是同样在马来西亚组装的 Mercedes-Benz GLC 和 BMW X3。但严格来讲，我今天介绍的这个 XC60 T8 在马来西亚是没有同级对手的，因为 PHEV 的 GLC 300E 和 PHEV 的 X3 X-Ride 31都还没有引进到马来西亚，未来也未必会引进到马来西亚。因为 Volvo 除了在马来西亚本地组装车子供应给本土市场之外，它也出口到台湾、菲律宾、越南和泰国等等的市场，所以 Volvo 马来西亚旗下的车子会比 Mercedes 和 BMW 来得齐。虽然 XC60 在马来西亚已经推出好一段时间了，可是我现在带来的这个是2020年4月才推出的升级版。最大的不同是它的锂离子电池从 10.4 kWh 升级到 11.6 kWh， 让它的纯电动总行驶距离达到50公里左右。而且 Volvo Malaysia 也为这个锂离子电池提供了8年或者16万公里的 Battery Warranty。非 PHEV 版本的 XC60 T5 采用 2.0L 4气缸 Turbo 引擎，有254 horsepower 和350 Nm。这个 T8 版本就采用了所谓的 Twin Engine， 就是 Turbocharge 加 Supercharge 再加 Electric Motor， 综合输出来到407 horsepower 和640 Nm， 也就是比那个 3.0L V6 Twin Turbo 的 GLC 43还要厉害。但它的售价不用400千，不用500千，只要340多千。XC60 是基于 Volvo 家族旗下90系列车型所采用的 SPA 平台而打造，而不是 XC40 那个 CMA 平台，或者是 X50 那个 BMA。So SPA 平台顾名思义就是叫 Scalable Product Architecture， 中文叫可拓展式的底盘。所以 Volvo 基于这个 SPA 打造出所有的 S60、XC60、S90 和 XC90。所以很明显的，这个5人座版本的 XC60， 它的车身长度比 XC90 短了26 cm， 轴距比 XC90 短了12个 cm 左右。但最重要的是，这个 XC60 T8 它的车身重量比 XC90 T8 轻了超过200公斤，并且它少了第3排的这个座椅，而且它的里面的设备也比 XC90 少了一点点东西。像是这个 XC60 T8 它就没有 Air Suspension， 而是用了这个叫 Dynamic Chassis， 就是所谓的 Dynamic Suspension。一般上 PHEV 车款都会牺牲掉行李箱空间来容纳锂离子电池，可是 Volvo 是把电池安装在车子的中央的部分，所以呢，它的行李箱空间是有505公升，就跟我之前介绍的 Lexus NX 300差不多。当然 GLC 300和 BMW X3 X-Ride 30i 都有550公升，也就是比它多一点点，不是很多。所以同样的，我就释放我这个32寸蓝色大 luggage 放进去。所以其实我个人是相当满意的啦。对于一个 PHEV 车子后边放入一个蓝色大 luggage， 旁边还有位置。如果你要打直来看的话，它也是放得下，因为这个东西是可以拆掉的，所以这样子看的话，给打横。OK， 转过来。所以当你把这个东西给拆掉过后，你可以看到吗？还是相当的大，所以打直完全没有问题。你要放2个这种32寸 luggage， 勉强是挤得进去的。So power tailgate 当然不可以少了。俗话讲，有一好没有两好。你赚到了行李箱空间，你就要牺牲掉座椅中央的部分，因为它的下方是放了锂离子电池，就这个地方下面，所以这边坐中间的人就必须要脚要放得开一点。所以空间大小方面，我这个身高178 cm 的人来讲 ，OK， 腿部空间非常足够，要翘脚也没有问题，头部空间也够，而且上面有全景式玻璃天窗，所以窗口面积越大，乘客坐了越不容易晕车，这个是我自己的经验。然后 XC60 就像我之前介绍 S90 这样子，它有一个东西是同级竞争对手所没有的，就是 Volvo 最出名的 Child Booster， 2个都有。这边 OK，
它有2个 stage 可以调整。第一个 stage 是给95到120cm 的小孩子，第二个是115cm 以上的小孩子。所以你只要轻轻拉下去，它就可以放出来。所以这个东西是相当方便的，因为对于这个身高的小朋友来讲，家长不需要另外再安装一个东西，就可以直接坐在这边，而且小孩子也可以做到比较散，因为 Volvo 不嬲都还讲求安全的啦。OK， 设备方面，它中间给你一个12V 的 socket， 而不是 USB 接口。这边中间一个扶手，2个杯架，然后这个储物格里面也同样没有 USB port。OK， 然后它的因为中间这边放电池嘛，所以它的冷气出风口是设计在了顶这边的门板这边，你看到它有 Bowers and Wilkins 的高级音响系统。所以整体上 XC60 的后排啊，我觉得它唯一的缺点就是唯二的缺点就是中间的这个地方牺牲掉了，而且它的椅背相当直。这个是本频道第5次介绍 Volvo 的车款。如果你看过我之前介绍过的 Volvo， 无论是 XC40、S60、S90 还是 XC90， 它们都用了相同的9寸 Portrait Screen 直列式萤幕和 12.3 寸电子仪表板。而我今天介绍的这个2020年版的 XC60， 它就采用了最新设计的 Auraforce Crystal Gear Lever 水晶排挡杆，就跟之前我介绍 XC90 T8 那个一模一样。但是跟 XC90 不同的是 ，XC90 用的是胡桃木，就是沃纳，而这个 XC60 呢，它用的就是叫 Driftwood 漂流木。整体上，整个充满了浓浓的 Scandinavian 北欧风格。这个 XC60 T8 它比 XC60 T5 贵了45千，所以除了引擎动力上的不同，它多了全景式玻璃天窗、360度全景摄像镜头，还有 Head-Up Display 抬头显示仪。当然，最重要的就是它多了1100W 15个 speaker 的 Bowers and Wilkins 高级音响系统。这个高级音响系统是打趴同期竞争对手，像 GLC X3 还是 Audi Q5 和 Lexus NX 等等。所以同级竞争对手当中，我研究过了，只有 Mercedes-Benz 的 GLC 300那个 Burmester 音响勉强可以跟这个 Bowers and Wilkins 来。除了 Super ADAS 的音响系统之外，讲到 Volvo 怎么可以不要提它的安全辅助系统呢？这辆 XC60 啊，无论你买的是300千以下的 T5 还是这个300多千的 T8， 它都有非常齐全的 Pilot Assist。所以 Volvo 在选配车子的时候，它不会因为比较便宜就牺牲掉一些安全辅助系统，不像别的品牌这样子啦。整套 Pilot Assist 里面的精华就是它有这个 Adaptive Cruise Control， 也就是雷达侦测、自动车距的这个自动巡航系统。然后基本的东西就是 Blind Spot Monitoring 还有 Vehicle Traffic Alert 等等。而我们讲 Adaptive Cruise Control， 同期竞争对手当中 GLC 300 X3 X-Drive 30i Audi Q5 只有 Lexus NX 300有给你 DRCC。而 BMW 来说，你就算是买到 X5 啊 ，BMW 都不要给你 Adaptive Cruise Control with Stop and Go function， 你必须要买到800多钱的 X7 它才给你，更不要讲 X3。所以整辆车子就设备方面你很难去挑剔它，完全是该有的东西应有尽有。我先丑话讲在前头，这个 XC60 T8 比 XC60 T5 重了309公斤，是相当重的一个负担，因为重量就去了它的 Electric Motor 还有它的锂离子电池，所以这个是所有 PHEV 车款都不能够逃避的问题，就是说虽然它的纯电动总行驶距离可以去到40多公里，可以走到50多公里，但是如果你今天是 KL to JB， 你来回500公里，来回600公里的时候，你在上了 highway 跑100多，踩几次油这样子，这个 battery 就给你用到叉巴巴了。所以当你的 battery 没有电的时候，等于说你这个 2.0 liter 的 turbo 引擎和 supercharged 引擎在拖着多拖了一粒300多公斤的 battery 这样子的概念。所以当车子更重，也就会直接影响到车子的 body roll， 就是车身侧倾的表现。你在过弯的时候，很明显的，你会 feel 到有一种累赘感，
相反之，它的非 PHEV 车款就没有这个问题。你在踩 brake 的时候也相当明显，因为2151公斤的 SUV， 你每一次在踩 brake 的时候，特别是走停的时候，你会 feel 到一种顿挫感。所以你踩 brake 也不能太大力，如果你后面有乘客，他们会冲到。你看像我这样子，停一下，停一下，停一下。所以不是它罢了，所有包括 BMW 的这一些 PHEV 车款都有这样子的问题。虽然 BMW 的操控是比它好的，但是 XC60 其实不会说逊色太多。你在这个 Individual Mode 里面，你可以去调整这个 Steering Force， 因为它是 Electronic Power Steering， 你可以选择调整你的这个方向盘转向的力度。所以驾驶模式方面，它有 Constant All-Wheel Drive， 因为这辆车子是一个电动马达的4轮驱动，就是它的后轴是由电动马达所驱动，前轮就是由汽油引擎驱动，形成一个油电混合的4轮驱动。行驶的舒适度方面，这个 XC60 它是没有 XC90 T8 那个 Air Suspension， 它用的是so-called Dynamic Chassis， 所以你在系统里面是不能够去选择调整悬挂的软硬的。然后它的轮胎尺寸是235/55R19，我觉得19寸对于一个 mid-size SUV 来讲已经是 maximum 了。再上20寸的下场，就好像我之前试驾 GLC 300这样子，是跳到没有朋友那种。那就这个 XC60 的高速行驶表现来讲，我觉得它的隔音能力、它的风切声、它的路面噪音的抑制各方面等等，我觉得它都是比 GLC 300和 X3 都还要来的优异的。因为那两辆车我都开过，因为这3辆车都是在马来西亚 CKD 本地组装。以我个人的试驾经验里面 ，Volvo 在马来西亚的组装能力是比Mercedes 和 BMW 在马来西亚的组装能力还要来的OK 的，你驾了你就知道了。你知道407 horsepower 和640 Nm 是什么概念吗？它就是相当于 Mercedes AMG GLC 43或者 BMW X3 X-Drive40i 这样子的动力哦。但我是这样觉得啦，很多人他们想要这样子的动力，可是他们不想要 AMG 的邦，或者是 M Performance 那种浑厚的Sport Exhaust 或者是所谓的 Fat Sounds， 他们想要很有力，可是他们又想要很安静，就有点像 Rolls-Royce 这样子呀。Volvo 的 T8 就给你这种感觉，你在踩油的时候，如果你不要把它推向极限，你不要上到云顶那一种，你是不会觉得这个来自 iShin 的8速自动变速箱有什么问题的。但如果你讲到变速箱方面，我觉得这个 8AT 就不够 BMW 的 ZF 8AT 来了。Mercedes 的 9G Tronic 就是那个9速自动变速箱是 OK 的，可是我个人觉得那个 gearbox 在走停的时候是蛮冲一下的。所以 overall 来讲，我觉得这个动力跟这个牙箱搭配到来是恰到好处。其实电动马达它很大程度上它弥补掉了 turbo lag 的问题，也让车子更加的顺。所以电动马达不只是说纯电动行驶，在非纯电动行驶的时候，它也能够抵消掉这个turbo lag 所带来的副作用。整体上 XC60 完全是就像我之前介绍 XC90 这样子。当然，我觉得 XC90 又有那一种贵够揽哈的感觉，所以 XC60 它贵够，可是没有给你揽哈的感觉，揽哈 OK 零下。所以你不要再问我要买 GLC 要买 X3 还是要买 Volvo XC60 了。Again and again， 要名要利就找马赛蒂，要超要控就找 BMW， 要安全你就要问过 Volvo 了。我现在就来快速示范一下什么叫 Pilot Assist 半自动驾驶辅助系统。我现在是已经启动了这个 Adaptive Cruise Control， 所以在这个时候我可以主动控制我跟前方车子要维持多远的距离，你可以在这边看得到。所以我设定好我要维持的安全距离过后，我就可以调整时速，好像我现在设定在90。如果当前方的车子突然间踩 brake 或者有车子削进来的时候，它会自己帮我踩 brake， 我现在是没有踩 brake 的。所以当前方的车子离开过后 OK， 它又会回到它指定的时速，甚至当车子在动到线的时候，它也会帮你熬回来。只是当然，我们不建议这样子做啦。我觉得这个东西是遥遥领先同级的，然后像 Mercedes、BMW， 这个 Volvo XC60 T8 Recharge 在马来西亚同级竞争对手当中，它是动力数据最强劲，安全系统最齐全，
音响系统最 atas 的一个 mid-size luxury SUV。它唯一的缺点就是它的车头没有 Mercedes 和 BMW 的 logo， 以至于很多人对它会有先入为主的一些刻板印象。所以你是实际 Apple to Apple 去跟他们对比的话，你就会发现其实它完全没有东西是输给他们。那如果你真的要问我对这辆 XC60 有什么看法，我觉得如果 Volvo Malaysia 可以把它的设备下放到 T5 版本会更好，因为就像我前面讲的，不是很多人都能够接受 PHEV， 但是事实上这辆车子它比 T5 贵了45000块。而如果你把这些东西像什么 Orifo 水晶排挡杆、Driftwood 漂流木、全景式玻璃天窗等等的这些 ADAS 配备放在 T5 身上，可能这个 T5 只是比它便宜1万块吧。这样就没有意思啊！因为在马来西亚，我们的政府给予这一种 EEV 节能认证车款一个相当优惠的税务回扣，让到它的竞争力是远远大于非 PHEV 车款的。但是所有消费者要选择300多千的豪华型 SUV 来讲，XC60 绝对是一个最划算的选择。所以欢迎那一些 XC60 的车主留言在下方告诉我们你跟 XC60 相处的是否愉快。所以影片的最后记得按赞、订阅、subscribe 我的频道，多多分享出去。So see you in my next video and 3, 2, 1, cut。哎呀，这个 message 来的刚刚好。今天这一集也重金礼聘了我的老板来测试一下 Volvo XC60 的后排空间。所以我现在放入的这个 Baby Car 其实我平时用的啦，尺寸蛮大一下的。可是你放了过后，其实前面还有很大的空间。所以 overall 来讲，这辆 XC60 的后排来讲我觉得它美中不足的就是它没有那个遮阳帘，就是在门板那边这个当太阳晒的时候你很难去遮，你要另外再手动买一个。而好处就是呢，因为它的冷气出风口是在旁边的嘛，在垫这边的嘛。所以它就会可以直接把那个风传送到 baby 这边，它不会觉得热，因为一般上这种卡西都蛮厚的嘛，他们做了都会，比如说你抱它起来的时候，它的背后都是汗，都是什么什么自己拿。这个奶瓶太长了，拿不到，短了可能可以。这条路一点都不适合喂奶，这个 Cyber Jaya 这条 LDB。你泡几个啊？7个。
是有几2？OK，搞定。